提到日本，你会想到什么？热闹繁华的街道，宁静的风景，还是充满元气的二次元文化？但是在日本却有着一处鲜为人知的贫民区——大阪西城区的爱林地区。这里虽然处于大阪的市中心，但是却随处可见遍地的垃圾，三餐露宿街头的游民。说话声音不敢太大声，因为旁边呢，像是在这个地方，里面是有住人的，以及人们控诉不公的标语。那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地方感兴趣呢？之前在我读书的时候，然后我打工呢，送外卖，然后有一天晚上，我送的最后一单就是这边附近的区域。那我回来之后呢，就上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被称作是大阪最后的一处寄場，也就是寄场，意思是流浪人的聚集地。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呢，就直接生活在这边，然后在这边接一些可以日结的零工几乎都是体力活为主，然后每天早上8点来这边接人，在每天下午的5点再把他们送过来。每天中午呢，政府还会在这边发放免费的粥大家可以排队领一次粥吃。因为这边聚集着大量的流动人口，爱林地区也就成为了大阪治安最差的区域。我现在坐着的这条街道呢，在大阪以前是非常有名的黑市就是一个地下市场，在道路的两端摆了很多的地铺在贩卖一些从四面八方流通过来的赃物在市面上无法正常流通的药品，甚至还有毒品兴奋剂等等当然，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禁止摆摊了，大家可以看见路边竖了这个牌子。那当警察过来抄街的时候呢，连警察自己都吃惊了，在小小的一条街上面，竟然贩卖着如此多来历不明的赃物。当我第二天又来到这个地方想补拍一些素材的时候，我却拍到了下面的画面。这里要注意的是，请大家一定不要模仿我的行为，而且后面的画面会有一点的抖，抱歉。现在是周日早上的10点，大家可以看到道路的两边依旧摆起了地摊，上面摆着的依旧是各种盗版光碟、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及各种名牌手表。我很想把这个市场的全貌拍给大家看，但是我的视频拍不下去了。应该是发现了我在拍视频，这位看起来很像是看场子的日本人骑着自行车挡住了我的路，凶神恶煞地瞪着我和我手里的相机。没办法，我只能把相机收了起来。大家一定不要因为好奇去找那个市场去逛而且一定不要让他看到你拿出了手机在拍，不然我觉得真的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其实除了废弃的福祉中心那个区域呢，可能环境会差一点，那整个爱林区域呢，其实我觉得环境还可以，就是稍显有点老旧，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新建的大楼或者是公寓什么的。然后这边呢，特别多的中老年人很少能见到年轻人在附近活动。我背后的这个房子看起来还蛮像咒怨里边的那种鬼屋有点可怕。不过我发现这边可能是因为就是废弃的房屋比较多，然后乌鸦和你现在能听到吗？乌鸦和野猫蛮多的倒是野猫和这边居住的村民倒是一副相处得很和谐的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地区流动人口比较多难以管理，所以说就有很多的犯罪团体在这个地方做一些事情。但是其实当地的西城区的居民们还是蛮抵触这个的，因为在大街小巷都可以随处可见的有一些标语说请大家要遵纪守法然后请卖兴奋剂卖药品的人滚出西城区等等。我觉得大家西城区尤其是爱林地区的人们的心还是说想把这个地区发展好，想扭转这个地区一直以来给大家的那种印象。在爱林地区有许多价格很便宜的房间出租，大部分也都支持通过社会补贴来支付房租，像是电工、瓦工这些技术类的工种的招聘与培训海报也随处可见。甚至在这边还拥有大阪地区最便宜的自动贩卖机。爱林地区和吵闹的繁华都市地区不同，这边很安静，但是准确说好像不是安静，更像是一种沉默。其实走在这个区域让我感觉到挺压抑的，
真的是没什么年轻人，然后整个街区也没有什么活力，一切死气沉沉的样子。然后早上8、9点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老年人坐在路边，衣着阑珊，然后喝着清酒，大清早呀就开始喝清酒。然后刚才在公园里面那个聚集会议的地方，哎呀，好多人去看那个集会呢，仅仅是为了在集会之后主办方会免费发一份欧米亚给发点吃的。虽然这个地方是处于大阪市中心的位置地理位置真的非常的好，旁边还有 JR 还有电车，还有地铁，交通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就因为爱玲地区这么一个情况，导致这边的物价也好然后房价也好其实都蛮低的。然后这边就是随处可见一些很破、很老，然后很小的一户建，就是一看就特别有年代感，就好像就是墙上的木板就马上要剥落下来一样。当我终于走到爱玲地区的边缘的时候，突然发现一辆特别可爱的电车，瞬间让我的心情好了起来。这个车站还挺有意思的，是我在大阪不多见的这种很古老的、很古早味的车站。2025年就是大阪的世博会了哈。不知道到时候这边西城区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爱玲地区会整治成什么样子如果届时全球各地的人来到大阪参观世博会，看到爱玲地区这样子的情景，会怎么想？我是程淑芬，欢迎你收看我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陸自核燃分屯地うるま市に地対艦ミサイル部隊の配備とミサイル連隊本部の設置